意识到眼前的老者确实神通广大，而且也同为汉人。林主鲁几乎不假思索地当场跪在地上，哽咽着哀求道：“老神仙，如今汉人江山被鞑子侵占殆尽，汉人百姓生灵涂炭，苦不堪言。晚辈抗清多年，可能力有限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汉人江山不断沦陷。老神仙既然同为汉人，还请老神仙出手赶走青狗，恢复汉室江山。”吴飞燕也回过神来，连忙跪拜叩首，恭敬道：“恳请老神仙出手。”孟长生被两人的举动惊得微微一愣，旋即他嗤笑一声，道：“我在这闭关已然数百年，外面是谁的江山，与我早已没了半点干系。汉人做皇帝，蒙古人做皇帝，亦或者满清人做皇帝，都不是我关心的事情。”林竹如与吴飞燕顿时满脸绝望，他们本以为以老神仙弹指间轻松斩杀数百清军的实力，就算是去燕京皇城取顺治老儿的狗头也是轻而易举。可是他们却高估了孟长生身上的汉人气节。其实孟长生活到这个岁数，早已将国家大义与民族气节丢至脑后，所以他表情淡漠地说道：“此地乃是我闭关清修之地，你二人莫要继续留在这里扰我修炼。追赶你们的清军已被我尽数斩杀，你们也可以离开了。”林竹鲁跪壁不起，开口说道：“老神仙，若您能将青狗赶出关外，拯救普天黎民百姓，必将是功德一件，对您的修行也一定有很大的益处。而且这种事情对您来说应该只是举手之劳，还请您三思。”孟长生不屑地说道：“功德就像是贞节牌坊，就算是再多又能怎样？功德多了，可得长生否？”林竹鲁一下有些错愕，长生对他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，他完全不明白这两个字背后的含义究竟是什么。孟长生见他愣住，淡淡道：“尔等不要以为天底下有如此实力的仅我一人，但凡是能坐上皇位者，无疑不是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。那满清皇帝能打进关来，夺了汉室皇城，就证明他的命格，他族的龙脉，满清的国运在现阶段远超汉室，而且身边定然有高人辅佐。”说到这里，孟长生微微一顿，继续道：“我劝你们也不要螳臂当车，以你们两人的能力，想击败一个国运崛起的民族，基本没有半分可能。”林竹鲁一听这话，顿时显得颓然至极，他低着头，语气坚定不移，同时又带着几分悲壮地说道：“纵使我林竹鲁无力匡扶汉室，我也一定不会放弃与青狗斗争到底。青狗人口不过100万而已，却能占据我华夏大半江山。若是每一位华夏男儿都漠然处之，汉人永远都不可能夺回江山。”孟长生淡然笑道：“尔等所谓的理想抱负，不过是活的年头还不够长罢了。若尔等能活到我这个岁数，鞑子和汉人谁当皇帝，又有什么干系？”一旁的吴飞燕见他不为所动，连忙说道：“老神仙，清军现如今一路南下，势如破竹，眼下已经打到了湖广，马上就要打进10万大山，过了10万大山便是滇南。一旦他们将滇南也收入囊中，华夏便彻底亡国了。届时您老人家不但会是这块修炼宝地，就算是放眼整个中原，恐怕也找不到一个栖身之地。”孟长生听到这里，眉头不自觉地微微一蹙。吴飞燕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变化，立刻趁热打铁道：“老神仙您道风鹤骨，气度非凡，尤其是那长发扎成的发髻，更是画龙点睛之笔。”说到这儿，吴飞燕话锋一转，高声道：“老神仙，青狗为了一统中原，强迫所有华夏百姓剃头，留那不足小指般粗细的金钱鼠尾辫，不剃头就砍头。
若您将来无处修炼，被逼入世的时候，要是不想惹来杀身之祸，还要将长发剃掉，您能接受吗？”孟长生的表情顿时变得格外难看。他在此地已经修炼数百年，这几百年来几乎没有人到放过他的洞府。可是今日那一群不长眼的清军冲了进来，还喊打喊杀，扰了他的清静。他本以为只是偶然事件，可现在听吴飞燕这么一说，心里忽然有了一种不安的感觉。此时的孟长生久久沉默不语。这时山下突然冒起冲天火光，清军为了将南明军队与破清会彻底赶尽杀绝，已经开始放火烧山。看到那燃起来的熊熊大火，孟长生忽然改了主意，开口道：“罢了，既然你二人想要匡扶汉室，那我倒是可以给尔等一个机会，看尔等是否愿意。”林主鲁大喜过望，连忙道：“老神仙请讲。”孟长生淡淡道：“今日你二人便拜我为师，我会教授你们一些战场杀敌的本事。待你们离开10万大山之后，便可继续为匡扶汉室与满清斗争到底。”林主鲁立刻激动不已地说道：“徒儿林主鲁，拜谢师尊。”一旁的吴飞燕也当即跪下，口中高喊：“徒儿吴飞燕，拜谢师尊。”当年吴飞燕还不知道孟长生为什么会忽然改变主意，可是当300多年前的这一幕幕在他脑海中重现的这一刻，他忽然想明白了其中的缘由。当时是公元1650年，距离孟长生的大限还剩下13年。孟长生之所以收他们2人为徒，恐怕也是为了让他们能在学成之后拖延清军进攻10万大山的节奏。换句话说，孟长生一切都有他自己的打算，收林主鲁与吴飞燕2人为徒，想来也是为了他自己，为了让他最后的13年能够不被清军打扰。想到这里，吴飞燕心中更加坚定地暗忖：仔细想想，师尊他一向极度渴望延长生命，当年怎会如此轻易就接受大限？唯一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就是他已经找到了对抗大限的方法，而他一直藏着掖着，甚至还假模假样地向我与师兄道别，恐怕就是在下一盘大棋，说不定我与师兄都只是他的一颗棋子而已。师尊为求长生不择手段，我今日贸然暴露在他面前，万一他将来要我带着整个破清会归顺于他，我该如何是好？这一刻，吴飞燕心中极度后悔，后悔不该来10万大山，更后悔不该来华夏。只是现在木已成舟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躲得远一点。另外，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，欢迎观看订阅。